月情浓。河堤上怀日，寂寥世事千女中，世事千女中。此生应出之，怀今岛屿的红楼梦。是拈了一个赏人东西的赏字，那刘铁嘴也不问，便说丢了东西不是？这样就好了。他还说叫快到当铺里找去，只要找着当铺就有人，有了人便赎了来，可不就偿还了吗？他还说了一大篇道理，小的也听不懂，回不上来。如今司马全当活马医，既这么着，就先往左近找起，横竖几个当铺都找遍了，少不得就有了。咱们有了东西啊，再问人就容易了。只要东西，哪怕不问人都使得。林嫂子，板你就把册子的话快去告诉二奶奶，回了太太先叫太太放心，就叫二奶奶快派人查去。是。跟宝二爷的明烟在外头说天大的喜事儿，二爷的玉有了。哪里得的？他说在外头知道林爷爷去测字，他就跟了去。听说在当铺里找，他便跑到当铺里面去。那铺子里要票子，说当多少钱，300钱也有，500钱也有。前儿有个人就拿这么一块玉当了300钱去，今儿又有一个人也拿了块玉当了500钱去。这就算有了。别理那糊涂东西了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他们说的那些玉，恐怕不是什么正经东西。我小时候常听见我哥哥说，有些人卖那些小玉儿，没钱用便拿去当，想来是家家当铺里都有的。鲫鱼有了。姑娘大德，我一辈子不忘你的恩。袭人姑娘快请起。姑娘见着妙玉师傅了吗？是啊，他怎么说的？是啊，你快说呀！你们且不忙，听我说。我到了栊翠庵，与他说了这事儿。我与姑娘来往，为的是姑娘不是势力场中的人。今日怎么听了哪里的谣言，过来缠我？况且我并不晓得什么叫做伏击。如今并不为别事求你，此事关系性命。据我今日看去，倘3日内得不着那玉，那袭人等辈皆因此不能活了。你是世外之人，原不理会俗人俗物，只是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，也是佛语说的。何必为人作嫁呢？我进京以来，素无人知。今日你来破例，恐将来纠缠不休。我也一时不忍，知你必是慈悲的。便是将来他人找你，愿不愿在你，谁敢相将？忆来无迹，去无踪。青埂峰下遗古松，欲追寻山万重。入我门来一笑逢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，妙玉只说请的是拐仙，连他都不能解，所以拿了来，大家参详。或者一时要找是找不着的，然而丢是丢不了的，不知几时不找便出来了。但是青埂峰不知在哪里。这可是仙机隐语，咱们家里哪里跑出什么青埂峰来？想必是谁怕查出，搁在了有松树的山子石底下，也未可定。独是入我门来这句，到底是入谁的门呢？哎，请的是谁？是拐仙。若是仙家的门，便难入了呀。哎呀，有些个地方就是好的，带我回去，先从石头底下找起。一连闹了几天，玉总无下落。
还喜贾母未知，宝玉也好几天不上学，只是怔怔的，不言不语，没心没绪的。王夫人只知他因失玉而起，暗自落泪。彩云，宝玉的玉找着了吗？老爷来了。你快去禀知老太太，即可进宫，不用多人的，就是你扶着进去。怎么了？因为娘娘忽得暴病，太监就在门外立等啊。他说太医院已经奏明了，是残绝，不能医治。怎么会呢？现在可不是哭的时候，你赶紧去禀知老太太，啊，话要说的宽缓些，别把老太太给吓着了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呀！且说元春自选了凤藻宫后，圣眷隆重，身体发福，未免举动费力，每日起居劳法，时发痰疾，因前日试验回宫，偶沾寒气，勾起旧病。贾母、王夫人遵旨进宫，见元妃谈色口咸，不能言语，见了贾母只有悲戚之状，却少眼泪。贾母、王夫人不敢啼哭，唯有心内悲感。老爷！二位老爷，宫里传出消息，说咱们的元妃娘娘，她轰了。上门呢！是年甲寅年12月18日立春，元妃薨日为12月19日，已将某年寅月，存年43岁，是贤淑贵妃。二爷，喝茶。二爷，吃饭了。次日早起，凡有品级的，按贵妃丧礼，境内请安哭离。贾府中男女天天进宫，忙得了不得。才从宫里回来，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操劳了。往后的事儿还是交给我吧。老太太还是保重身子要紧，有我和凤哥就够了。这事儿不比别的，外头你们老爷又是工部，虽说按照遗嘱办理，未免堂上又要他周旋些，同时又要请教他，所以两头更忙。非比从前太后与周妃的丧事里头，我若再不帮着你们料理料理，可怎么成个体统？唉。天天进宫，回来再有多少事故，老太太也太劳累了。不必说了，你们去吧。是。过了几日，元妃停灵请庙，
贾母等送病去了几天，岂知宝玉一日呆似一日，也不发烧，也不疼痛，只是吃不像吃，睡不像睡，甚至说话都无头绪。直至元妃事毕，贾母惦记宝玉，亲自到园看时，宝玉病了，你们都瞒着我。这些日子你在园中可念书了？说念了。念了。可与你姐妹们玩笑呢。玩笑呢？玩笑呢？如今你一日吃几碗饭呢？还是1碗。还是1碗。他的病果然不轻，竟是神魂失散的样子。你什么起的？老太太别急，上回这孩子往南安王府里去听戏，不小心把玉丢了。现在着人四下在找寻呢，求签问卦都说往当铺里找，少不得找回的。这件玉如何是丢的的？你们忒不懂事。难道老爷也是撂开手的不成啊？媳妇儿恐老太太着急，一直没敢回。老爷也在外面查访呢。这是宝玉的命根子，您丢了，所以他是这么失魂丧魄的，还了得！况且这玉满城里都知道，谁捡了去，便叫你们找出来嘛。如今也不用你们老爷，你们便传我的话罢了。老太太切莫动气，现在宝玉病着，交给我们尽命的找来就是。你们听我的，暂且也不用责罚下人，我便叫莲儿来写出赏格，悬在前日经过的地方，便说有人捡得送来者，情愿送银1万两；如有知人捡得，送信找得者，送银5000两。如真有了，不可吝惜银子。这么一找，少不得就找出来了。若是靠着咱们家几个人找，就找一辈子也不能得。快去传话给莲儿，速去办了。宝玉，咱们走。哎，老太太，将宝玉动用之物都搬到我那里去，只派袭人和秋文跟过来，其他人仍留在园内看屋子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我为的园里人少，怡红院里的花树忽萎忽开，有些奇怪，头里长着一块玉，能除邪祟。如今这块玉丢了，生恐邪气引侵，故我带他过我那里一块住着。这几天也不要再让他出去了，大夫来就让他在我那里瞧。老太太想的自然是，如今宝玉同着老太太住了，老太太福气大，无论什么都压住了。什么福气？不过我屋里干净些，经卷也多，都可以念念，定定心神。宝玉
好不好啊？说好。好。好，咱们走。我来。哦，老太太的衣服。哎呀，你去扶老太太吧。那年正值京察，工部将贾政保列一等。2月，吏部带领引荐，皇上念贾政勤俭谨慎，即放了江西2道。给老太太请安。你坐吧。你不日就要赴任了，我有多少话与你说，不知你听不听？老太太有话只管吩咐，儿子哪敢不从命呢？坐下吧。我已经是个81岁的人了，你这一去了，我所疼的只有宝玉，偏偏呢又病得糊涂，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我昨日叫赖生媳妇儿出去，叫人给宝玉算算命。这先生算得好灵，说要娶了金命的人帮扶他，必要冲冲喜才好，不然只怕保不住。我知道你不信那些话，所以叫你来商量。你的媳妇儿也在这里，你们2个也商量商量，还是要宝玉好呢，还是随他去呢？老太太当初疼儿子是这么个疼法的，难道我这当儿子的就不知道疼自己的儿子不成？只是宝玉太不上进，所以时常的恨他。那也只不过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。老太太要给他成个家，也是该当的。这当儿子的哪敢能逆着老太太不疼他的理儿呢？如今宝玉是病着，儿子也不放心，只因为老太太不让他来见我，儿子也不敢言语。我很想瞧瞧他到底是个什么病呢？袭人，扶了宝玉出来吧。给老爷请安，老爷升官了，给老爷贺喜。扶他下去吧。老太太的主意，该怎么着便怎么着就是了。就不知道姨太太那边都说明白了没有？姨太太是早应了的，只为庞儿的事没有结案，所以这些事总没提起。这就是第一层难处啊。他哥哥在监，妹妹怎么出嫁？况且贵妃的事儿虽然不进婚嫁，可宝玉应照已出嫁的姐姐有9个月的功夫，因此也不宜娶亲。再说，我启程的日期已经奏明了，不敢耽搁。就这么几天了，
怎么办呢？说的果然不错。可若是等这几件事过去，他父亲又走了，倘或这病一天重死一天，怎么好？只可越些礼办了才好。你若给他办，我自然有个道理。姨太太那边，我和你媳妇儿亲自过去求他。盘儿那里，我让科儿去告诉他，说是要救宝玉的命，诸事将就，自然应的。不过是冲冲喜，我们两家愿意，孩子们又有金玉的道理，婚是不用合的了。既挑了好日子，按着咱们家份儿过了礼，一概古月不用，倒按宫里的样子，用12对提灯，8人轿子抬了来，照南边的规矩拜了堂，一样坐床撒帐。宝丫头心底明白，是不用虑的，内中又有袭人，也还是个妥妥当当的孩子。再者，姨太太曾说，宝丫头的金锁也有个和尚说过，只等有玉的，便是婚姻。焉知宝丫头过来，不因金锁倒招出她那块玉来，也定不得。从此一天好似一天，这岂不是大家的造化了？这会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，铺排起来。这屋子是要你排的，一概亲友不请，也不排宴席。待宝玉好了，过了公服，然后再摆席请人，怎么着都赶得上。你也看见了他们小两口的事，也好放心的去了。老太太想的极是，也很妥当，只是要吩咐家下众人，不要吵嚷的里外皆知，这要担不是的。姨太太那边只怕不肯，若果真硬朗，那就按老太太的主意办去。哎，我也知道怎么着不甚妥当。咱们这么大户的人家，你唯恐别人笑话。我年纪这样大了，也不顾什么脸面了。只要宝玉能好，我怎么着都甘心。好，老太太想的极为妥当，我看就把荣禧堂后身内室旁边那一大跨所20余间房屋，就止于给宝玉吧。余下的事就由老太太来安排。你去吧。好。果然上头的眼力不错，这才配的是。若宝姑娘来了，她那样贤惠，大伙儿都要卸了好些担子。但不知林姑娘怎么办？这一位的心里又只有一个林姑娘，幸亏她没听见，若知道了，又不知道要闹到什么份儿了。初见林姑娘便要摔玉砸玉的，况且那年夏天在园里把我当作林姑娘，说了好些私心话。后来因为紫娟说了句玩话，便哭得死去活来。若是如今和她说要娶宝姑娘，竟把林姑娘撂开，除非是她人事不知还可，若稍明白些，只怕不但不能冲喜，竟是催命了。我再不把话说明白，那不是要贻害3个人了吗？
袭人想定主意，悄悄地请了王夫人到贾母后身屋里去说话。贾母只道是宝玉有话，也不理会。好端端的，这是怎么说？有什么委屈？起来。宝玉的亲事，老太太、太太已经定了宝姑娘，自然是极好的事。只是奴才想着，太太看去，宝玉是和宝姑娘好，还是和林姑娘好呢？好孩子，你真是有心的个孩子。咱们娘俩真是想到一处去了。哎呀，我哪里心里不明白呢？想起这门亲事来，虽是好的，但终究不放心。老爷刚才说的话，宝玉想必是听见了的。你看他的神情怎么样？如今宝玉整日昏昏沉沉的，如同小孩一般。若有人跟他说话，他就听；没人和他说话，他就睡。所以头里的话倒都没听见。这事儿啊，咱们娘俩做不了主，我且回民老太太，想个万全的主意才好。王夫人回来的时候，贾母正叫来凤姐，打算怎么过礼，怎么娶亲。袭人丫头说什么？这么鬼鬼祟祟的。老太太不知，那宝玉素日有一桩心事，却没落在那宝丫头身上，落在那林姑娘身上。他们俩从小一处相处，一头吃一头睡，亲厚异常。现在宝玉痴痴呆呆，凡事不知，就怕一日回过神来，心痛神痴，反而坏事。那林姑娘又是这么个身子，若是知道了，也怕有个三长两短。别的事儿都好说，林丫头倒没什么。若宝玉真是这样，这可叫人做了难了。难倒是不难，我有个主意，只是不知姑妈肯不肯。你有主意，尽管说给老太太听，大家商量着办。依我想啊，这事儿只有一个调包的法子。怎么调包？如今呀，不管宝兄弟明白不明白，大家吵嚷起来，就说老爷做主，将林姑娘许配了他了，瞧他精神怎么样。若是他全然不顾，这个包也就不用调了。若是有些喜欢的样子，这事儿却要费大周折呢。就算他喜欢了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也罢了。你们娘儿俩捣什么鬼呀？到底告诉我是怎么着啊？
这么着可就忒苦了宝丫头了。倘或吵嚷出来，林丫头又怎么样呢？这事儿原只说给宝玉听，外头一概不许提起，又有谁知道呢？老祖宗。姑娘，姑娘，你怎么又伤心起来了？我知道你是见宝二爷像丢了魂似的，自己心里着实担心，但也不要伤心太过了。这好容易出来散散闷儿，放宽了心才是啊。我说了什么？倒是招出你这长串的话来。出来的急，手绢子忘拿了，你去取来吧。哦，知道了。好好的，为什么在这里伤心？林姑娘，你评评这个理，他们说我又不知道，我就说错了一句，我姐姐也不犯就打我呀。你姐姐是哪个呀？就是琥珀姐姐。原来你是老太太屋里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傻大姐儿。他们为什么打你？你说错什么话了？为什么？就为了宝二爷娶宝姑娘的事情。宝二爷娶宝姑娘，他们为什么打你啊？我们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了，因为老爷爷要起身，就赶着我姨太太商量，把宝姑娘娶过来吧。头一宗给宝二爷冲什么喜，第二宗赶着办呢，还要给林姑娘说婆婆家呢。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商量的，不叫人吵嚷，怕宝姑娘听见了害臊。我白和宝二爷屋里的袭人姐姐说了一句，咱明儿更热闹，又是宝姑娘又是宝二奶奶的，这可怎么叫呢？林姑娘，你说我说这话害着琥珀姐姐什么了？她走过来就打了我一嘴巴，说我混说，我尊上头的话还要连我出去。我知道上头为什么不叫言语的，你们又没告诉我，就打我。你快别混说了，你再混说，姐姐他们又该打你了。你快回去吧。那黛玉此时心里竟
尽是油酱糖醋倒在一处的一般，甜苦酸咸，竟说不上什么味儿来了。说着，自己移身要回潇湘馆去，那身子竟有100斤重的，两只脚像踩着棉花一般，早已软了，只得一步一步，慢慢地走将来。走了半天，还没到沁芳桥畔，原来脚下软了，走得慢，且又迷迷痴痴，信着脚从那边绕过来，更添了2间地的路。这时刚到沁芳桥畔，却又不知不觉地顺着堤往回里走起来。咱们回吧。姑娘。 你到这儿来做什么？啊，我找娟子来了，里头看姑娘在桥那边，我赶着问，姑娘没理会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是来找宝二爷的呢，不然怎么会到这儿来呢？
宝玉，你为什么病了？我是为林姑娘病的。原来黛玉因今日听得宝玉宝钗的事情，这本是她数年的心病，一时急怒，所以迷惑了本性。及至回来吐了这一口血，心中却渐渐地明白过来，把头里的事儿一字也不记得了。这会子见紫娟哭，方模糊想起傻大姐的话来。此时反不伤心，唯求速死，以完此债。怎么好好的就哭了呢？姑娘刚才打老太太那边回来，觉得身上不太好，吓得我们没了主意，所以哭了。傻丫头，别哭了。我哪里就能够死呢？为官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。签名的名一换，牵泪的泪一牵，冤冤相报是非情，分离聚合皆签定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看
送了性命，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，好意思是金鸟头领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，真干净。